0人，很好，大家晚上好啊！这个现在没有人，发个推特去，评论还是要读的。对，然后 Discord。还是一个人都没有吗？好像还是哦。哟，第一，这个有人了，2个人了，很棒很棒。不要着急，我把7个人。好啊，大家好，我是在日本，然后呢，在东京，礼拜6回去，然后昨天呢，因为是在开线下见面会，所以就没有读评论，今天把这个读评论补上。这个，但是要跟大家抱歉啊，明天早晨应该是没有更新了，要停更了。然后呢，在开始之前先演示吃药片吧，你们只见过装药片，没见过吃药片。哎呀，这个也不叫勤奋了，这个叫什么呢？就是也是有的时候它有成瘾性这个事情，就是你每周要去做的事情，如果没做完呢，总是会觉得缺一点什么，对吧？这个周就是明天实在是录不出来了，今天的事情有点太多了，对，还在日本，然后礼拜6估计也够呛了吧？是，16个人，好，我们今天冷吗？还算好，我觉得今天不算冷。然后我的评论，哦，这样的。晚上好，晚上好。日本人初中生去开户炒股了吗？这是什么情况？礼拜6回去啊，礼拜6回去，昼夜温差大，我出车站回家路上要死了，还好吧？周日也来日本，那这个赶不上了。那边日料比北京、上海贵嘛？这个因为都不是我付钱，所以不好说这个事情，就没法跟大家去说这个贵不贵的问题啊。然后，OK，那我们来开始读评论。这个第一条啊，上期读评里头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回信，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我更赞同是他们从整个社会资源剥削回来，才有这样的万亿资产。在50、60年代，美国一个人工作就可以养活全家，但是现在的情况是2个人的收入免活强能活，失业2个月就要去住街上，这不是剥削是什么？我觉得呢，这个其实是他在回答我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在前面在讲说，互联网时代是不是所有的钱都被这7家这个美股7姐妹挣走了啊？他就给了这样的一个结论，说这个不是这就是剥削啊。但是其实我觉得不能这么算，怎么说呢？就是说，就这个问题，其实我最近在跟很多人在讨论，然后也有很多人给了我不同的结论，也对我有很多启发。这个我可能会回头单独录一期去讲一下这个问题。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五六十年代，美国一个人工作可以养活全家，但现在两个人收入勉强够活，然后呢，失业2个月就要住街上这个事情呢，还是要看就是说你的生活标准是什么。有的时候你说，哎，我生活的标准没有那么高，啊，他可能也是 OK 的啊，就是说你不需要花那么多的钱，对吧？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现在有可能叫收费或者分配的标准不够合理啊，那么这个我们可能需要重新去调整分配的标准啊。那么再往后，美国政府强制字节跳动分拆 TikTok，是吧？有一位朋友说了，说，哎，说中国996文化是祸害全世界的 IT 工程师，劣币驱逐良币，普通打工族只能自己抵制996公司的产品，坚决不买996公司的任何商品，但是也没有任何鸟用啊。这个事情呢，我觉得996这件事情，怎么说呢？我觉得美国人其实也不是不干，美国人也干。当然，像日本啊、德国呀，就这种，已经是大政府管理的这种机构，这种国家，它一般是不会996的，因为它法律很严格。但是呢，在美国、中国，在很多的这个东南亚国家上都会有996的情况。至于说你买不买这个事儿呢，其实真的是不那么重要。因为呢996只要有人买，他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事儿真香，对吧？我们就要去这个买这样的商品啊，所以，具体有谁买还是谁不买，其实都关系不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会说，哎，因为这件事情我抵制什么东西，啊，因为那件事情我抵制什么东西，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你会发现，只要他能坚持的时间够长，你最后还是会去买，对吧？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让我看看这边啊，这不是28法则吗？其实我觉得28法则是一个非常没有道理的一个东西啊，但是呢，它比较适合于普通人去接受。因为在互联网时代，其实更多的是99.8%跟0.2%之间的差别，或者说更夸张的这个叫做比例啊，它是这样来的。这个老范太卷了，出差能直播就直播。我现在也是这样，就是说反正有事情就跟大家说一下，然后约定好的事情就尽量做，然后明天晚上有可能我还是会在9点钟开始，就是是日本时间9点啊，但是北京时间就是8点钟，还是会开启一期直播。我觉得可以讲一讲 AIGC 在日本的一个，比如现在这种体制的之间的一些冲击或者一些问题，然后呢，也包括一些，比如说中国 IT 派遣在这边的一些工作方式，然后包括比如说有谁，如果想到这边来去做一些 IT 派遣的话，也可以去跟我们亲自人去联系，对吧？然后大家也可以去至少说有个面试的机会吧。然后最大量的财富向巨头部聚集，而且这个有点太一概而论了，不同阶层、不同生活方式。但是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美股涨成这样，就是七姐妹涨起来了，其他太都没涨起来。而且我们要知道，像苹果这样的公司，在可能几年之前，也就是几百亿美金，对吧？这大家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然后突然就会出现说全都出一个尖尖，啊，这个尖尖上是有3万亿公司，有2万亿公司，有1万亿公司，而其他的又还在那个地方没动，对吧？所以大家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昨天全球股市都涨，除了一家，这个就不管了啊。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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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阿斯。昨天听说日本加息买飞了，卖飞了，好吧。台湾好多人买台积电、鸿海的股份当存钱，A 股什么时候能有这样优质的公司啊？有啊，A 股是有这样优质的公司的呀，就是这种可以当存钱的公司，对吧？经营特别好，特别稳定，还不停的分红，对吧？这个公司叫茅台，对吧？你要去买茅台，对吧？这个 A 股大概是有几家公司是分红分的很厉害的，像包括咱们前面讲的格力电器，那也是一个特别喜欢分红的啊。这个
AIGC 搞智能音箱，服务日本这种老龄化社会有搞头吗？来试试啊，不要问。英伟达在熊本建厂，应该是台积电在熊本建的厂啊。这个英伟达是不是也会建厂？英伟达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自己去摸这个生产芯片这些事情，但是他可能封测什么他会自己做一下。有可能在日本发展机房吗？有啊，日本是有一家云计算公司，然后买了大量的 H100，现在它的股票也是涨疯了啊。因为我今天下午正好跟一个在日本炒股为生的兄弟吃了顿饭啊，他就跟我讲说，他就专门买这只股票啊，专门在日本建机房，买了大量的 H100，叫什么我想不起来了。这个对这个大家都还是在努力工作的。IT 派遣需求大嘛，日本那边能接收多少？它不是接收多少的问题啊，它是就是有多少人合适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你要去面试，你如果完全不懂日语，那么这个事儿可能会稍微难一点，对吧？这个就业面就会窄一些。啊，如果你说 OK，我能够面试通过，那么也还好，对吧？这个其实你像他们现在在日本这边，就是缺人，缺程序员啊，你就来，然后能够面试通过，你就可以去上班，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茅台不止，茅台好喝。这个格力电器现在价格还可以啊，这个就不了解了。台积电，对，是，应该是台积电在熊本建厂啊。目前这趋势，茅台估计不行了。格力说实话还可以，好吧，格力。九州要搞半导体产业，我现在觉得日本开始像德国那种，就是隐形冠军那个方向在发展啊，就是说一个小厂造一个东西，然后全世界都离不开它。日本其实在向这个方向走。中国人融入日本容易吗？老范在街上能分清中国人和日本人吗？我觉得不是中国人融入日本容易嘛，而是什么呢？就是你想不想融入啊？如果你想融入呢，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还是能融入的。你一到这儿来说，我一定要穿着汉服，一定要满街去抗日，对吧？那这个事儿，你说我怎么能让你融入呢？我昨天还跟人聊了一个故事，是什么故事呢？就我一个大学同学，当时很早，大概90几年到日本来去做派遣，啊，然后呢，他这个混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回去了，回国了。为什么呢？他说日本人看不起他。我就问为什么看不起你呢？他说这个日本人下班了以后去喝酒，但是呢，从来不叫他，对吧？他就觉得很痛苦，说这个日本人工作的时候很客气，对吧？然后也跟他这个打招呼，也跟他聊天啊，都没有问题。但是只要是下班回家喝酒就不叫他啊，他觉得被人另眼看待了。这个事情呢，我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跟一位朋友去沟通这个事情，然后那个人就笑了，他说这个事情呢，大概率还是他自己没混开，对吧？这个就是他日本喝酒一般是 AA 制的，多一个人聊天呢，也不会多花钱，也不会那个什么，就是他不会说，因为你是个中国人，我就不叫你来喝酒这个事儿，对吧？就是你自己拿着捏着，或者说这个可能语言也有问题，对吧？导致什么呢？人家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叫你，对吧？或者人家叫你压根儿可能也没听懂，然后就你自己还心里挺别扭，说哎呀，日本人怎么晚上喝酒不叫我，对吧？在这个被人歧视了，所以融入这个事情呢就是如此。至于分得清街上的人呢，我是分不清楚啊。我觉得街上走的日本人跟中国人是分不清楚，因为我经常看到一些人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就讲着中文就过去了，对吧？然后我也觉得没觉得他跟日本人有什么区别，但是可能但是生活时间长了的人能分辨出来啊。就我问金子睿，他说他能认出来啊，一眼就能看出来谁是这个中国人，谁是日本人，我看不出来。对，然后这个是听到加息就卖是有点太急了啊。日本要10月才正利率呢，现在是零利率。虽然我认为日元正利率和美股崩盘是一定程度的伪相关，但10月之前还是要做一点对冲布局的啊。好，感谢啊。但是我们这个频道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啊，你自己想买想卖，赚了赔了跟我们都没关系啊。
这个是日本 IT 派遣的缺口目前是80万人左右，这个数呢其实也不算大。我觉得中国应该有1、2千万程序员，对，这个没有工作的估计也有1000万，但是真正适合来的人应该是很少，真正难点是这个啊。嗯，现在要买点黄金嘛？不知道啊，不要问我这个投资建议。大街上走路的姿势就能知道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我觉得我站在街上肯定会被人认出来，因为至少点头这个鞠躬什么，或者说这个状态肯定是不对的。对，我那天还听了一个故事，是什么呢？是那个马老师讲的啊，就是也是那天吃饭也是他讲说是在日本也是那个被日本同事抱怨说中国人很不懂规矩，很没有礼貌。说为什么呢？就是他们有一个这种叫做有一个习俗吧，或者说有一个潜规则，就是如果被老板或者同事请客吃饭了，当场你要说谢谢，这个呢中国人一般还是能想起来的。但是第二天呢，他们还要再在这个邮件或者是 Line 或者什么地方再要说一次，对吧？中国人就没有这意识，说这个我头一天你请我吃饭了，然后第二天我还要再谢谢你一次，然后他们就没干这个事情，然后就被日本人嘲笑说这中国人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啊，对吧？或者这么不上道，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文化差异没什么关系。就是你说我就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也无所谓，或者说我不知道这个没关系。你说我知道这个规矩了，那我下次愿意去遵守，那你说我是愿意融入这里你说我继续不遵守，也没什么大毛病。人家知道你是个中国人，你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我觉得他们也不会那么吹毛求疵，对吧？中国现在有很多被低估的企业，比如全球第一的味精厂莲花味精是吧？现在市盈率才不到4倍，每年分红超过7%。对，这样其实你拿着它股票等着分红也挺好的嘛，这也是一个好事嘛。至于低估的话，我是不承认的因为你在一个不稳定的社会里，任何企业都不会被低估，因为明天有可能就不在了。对，我还在日本这个是我准备礼拜6回去。文浩，你是去哪儿了？还在日本吗？对，我其实觉得所谓融入是一个伪命题，就很多人觉得，比如生活在欧美国家，就必须要很多本地朋友黑白人才叫融入但实际想明白，我活在中国也没有俩朋友，不会因为换一个地方的多一堆朋友，然后就要融入了。怎么说呢？反正每个人有自己的活法就是很多事情是这样，就是说，叫不是别人看不起你，而是别人压根儿都没看，然后你自己老觉得，哎呀，这个他看不起我了，那个他看不起我了，完全是自己给自己找别扭就跟李小龙说的落叶生根总想着落叶归根的人，肯定是融入不进去当地的，是这样的。范总这板寸头，按知乎的说法，昭和男儿，是吗？这个我还真没想到板寸是因为省事儿中国人和日本人喝不到一块儿，日本人不想被看成酒鬼，喝1、2杯啤酒，换居酒屋能换好几家。但这个我听说是这样，就是他们好像有规定是那个，就是你进去只能待几个小时。因为我昨天晚上跟他们去吃饭的那个2个朋友，他们就说，经常叫2次屋、3次屋，就是要喝好几家，因为你到了点儿以后，他就会请你出来。因为我们呢，昨天是吃饭吃到8点半，然后呢，他就说我们要下班了我就只能离开。后来离开呢，说他们要再去喝2次，因为我说我也不太喝酒我说算了，我说我们就回到酒店酒店正好有一个小的那种餐厅，也没有东西吃，就吃早饭的地方。说我们在这儿聊天吧，说地方很好在那儿有聊到可能晚上10点、11点的样子。对，说到谢谢这个事情，还有一个日本语境下和中国语境下不一样的点，会被认为没礼貌。是的，是有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们看很多日本人说中文，你也会觉得很别扭，就是他在中国待很长时间以后，他很多发音、吐字、用词的习惯还是会有差别从眼神可以分辨我国人的眼神是最飘忽不定的，说鸡贼也行，我觉得这个可以练这个事儿可以练。对，奈飞《三体》是今天出，被墙内骂惨了。
我觉得网飞《三体》呢，就属于在墙内很矛盾，对吧？又觉得与有荣焉啊，中国人写的小说得了奖了，然后被网飞拍了，然后呢又不敢放，对吧？因为他从文革开始拍，你咋放，对吧？这个事情就属于就非常非常矛盾的一个心态。莲花卫星上一次上头条是读懂给了亲王啊，不知道这个事情。晚上好啊，这个鸡蛋灌饼啊，晚上好，晚上好。昨天我们开这个直播的时候你就没来呀，对吧？这个昨天我们开这个上午的时候开这个见面会直播你就没在。这个反正至少我没太注意吧，因为昨天这个也没有读过来那么多评论啊，有可能说错。这个马老师也好久没有更视频了，是的，所以我们说要监督他呢，他老不更。中文语境可以说帮我顺便下楼带一杯我的咖啡呗，谢谢。日文语境不太好这么表达，因为说谢谢不能预知，这个反正它还是会有区别。日本人没有干杯啊，他们干杯就是喝一口。这个事儿我是知道，因为我以前是杰维斯的代理嘛，所以那帮日本来了以后，就是日本人来了以后，我们就是干杯，干杯，咣当喝进去，说你到中国了必须喝进去。然后当时把这些日本就是杰维斯本部来的这帮人也是搞得很开心的，都趴下了啊。好啊，我们继续。这个程序员要被淘汰了吗？这个呢是有很多人在里头留言，在评论，在讨论这个问题。有人说觉得程序员特别需要进修一下，不留神就容易被淘汰，这个是真的啊。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就高考的时候，我爸就跟我讲说，这个你真的要去学计算机吗？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他是学机械的，对吧？学机械呢，就是你基本上可以这个，就是学得文武艺，然后这辈子就这么混下来了。但是学计算机呢，就得不停的学，这个你只要学计算机，在任何时代，你都逃不了这个不停学习这件事情。你说我学完计算机以后，我就想这么混下去，这事儿肯定是不行的这个跟 AI 没关系。再往后程序员都是很自信的，两个程序员在一起会互相看不上对方写的代码，所以我认为你们那些低级程序员会消失，我这种高级的不会。这个也是有，这个事情呢叫什么呢？不是程序员的问题啊，这就是文人相轻，对吧？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你想，他写程序实际上就跟写文章一样，也是绞尽脑汁儿，然后是一个精神的输出。因为你一旦否定一个人的程序的话，就跟否定一个人的文章是一样的，你相当于是否定了他的灵魂那么这个事情是任何人不能忍受的。所以程序员都会有这样的情况，说，哎，我行你不行，对吧？这个如果你没有这一点的话，不要去做程序员。再往后一般一个职业的收入与其社会地位匹配，比如医师、律师等，可程序员群体不是，收入虽然很高，却被戏称为码农。AI 会取代程序员群体的论调，更会更加加重社会对程序员群体的轻视。但其实程序员不会被取代，在 AI 加持下会变得更加强大。这个事情呢，我觉得码农呢，可能很多还是国内的一些大厂的一些戏称了，国外应该未必有这样的称呼，对吧？而且呢，这个你就算日本这种 IT 派遣，那才是真正的码农，但是他们也没有讲这个话，他们也觉得自己生活也还挺好的，对吧？这个真正在国内被称为码农的那些人，真的是好多是全站工程师，对吧？这个，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变成码农，跟你是不是程序员没关系，是跟供求关系和社会形态的这个社会的稳定度或社会的这个一个相互的这种戾气有关我们稳中向好，所以就都变码农了。这个再往后说老范对 AI 取代程序员的态度在不断的变化。最开始说 AI 只是一个工具，只是增加程序员效率，不会取代。现在说大多数领域会取代程序员，半年后有可能又会退一步说，虽然可以取代，但是还要5年时间。1年后可能会说虽然可以取代，但是需要1到2年。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思想都是在不断的变化的。对吧？这个你只要是不断的输入、不断的思考，你的思想就会不断的变化。而现在呢，对于 AI 会取代程序员这件事情来说呢，
我有更新的思考啊，这个思考可能会在今天上午放的那个 Devin 那条里在讲，就是特别是这种叫做端到端的这种程序输出了以后，程序员就没法再去跟 AI 去配合了，它最后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被取代掉，对吧？这个我肯定会不断的去思考，然后我也愿意把不断思考过程中的这个变化分享给大家，对吧？如果大家说，哎，这个你以前说过这个，你怎么可以改口？那对不起，我经常改啊。这个你如果一个人不改口了，这个人就死了，对吧？这辈子再不改口了，那这个人就死了，这个何必呢？我只要人活着，他就要改口。好，再往后啊，还是 AI 赋能之后，应该是产品经理直接造程序了，直接通过流程图生成程序，模块复用也可以包含在里面，或者 UI 都可以用散乱的素材或者是文本来描述。我觉得到那个时候，产品经理应该也会被替代啊，也不需要流程图，它最后就是自然语言。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啊，最后可能会变成那样，也没有什么中间模块分拆这些东西了。再往后啊，还有啊，这个当年计算机出来的时候，一大波吹会计没了，这样的那样的，对吧？事实是2024年的今天，会计依然需要，而且还需要更多啊。大家口痕趁热度而已啊，程序员都很清楚，大概其他行业会给毁灭掉，最后才会是程序员。会计这个事情真的是，确实如此，因为当时有 Excel 有很多这样的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大家觉得不需要会计了。但是我们要知道，现在的会计需求量实际上是要比计算机刚出来的时候要大得多得多得多。为什么呢？是因为商业活动变得更加的活跃了，对吧？有更多的人，对吧？需要去开公司，有更多的人需要进行交易，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更多的会计。那么至于程序员会不会被取代，不好说。但是我觉得用会计这个案例来比较呢是非常好的。在计算机发明之前，会计是什么样的，跟现在的会计是什么样的，其实是完全两回事。现在的会计可能跟以前就是完全两种职业了。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觉得，计算机的这种就是 AI 上来以后，程序员可能未来的程序员跟现在的程序员也是完完全全两种不同的职业，是吧？只是他都叫程序员而已，是吧？这个朋友讲的这个案例其实非常好啊，也给我补充了一个新的故事。对，就是我讲的故事都是哪来的？就是老范讲故事，都是我从各位这里听到了故事，然后我再讲出去，对吧？这就是老范讲故事。对，我看看这边还有什么啊？我来日本已经1年了，学会了主动和认识的人微笑打招呼。以前在中国的时候，会尽量躲着人走，性格很内向。日本慢慢把我的性格改变了，哎，这就是挺好的事情啊，这是非常棒的。现在物价跟国内比咋样？打车这件事儿肯定是很贵了，这个他们日本人自己在这儿都不怎么打车，对吧？然后地铁其实我觉得比国内贵一些，但是也还可以接受吧。吃东西呢，我觉得，比北上广深，反正至少我在东京嘛，跟北京、上海差不太多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但是住酒店是很贵的啊，这反正它不同的东西。三体和刘慈欣只是突然显现的个体而已，就跟当年的刘翔一样。但是总有国人觉得，已经冠绝全球了。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既然能够出一个，就一定能够再出，这个事儿我是相信的。至于说为什么没有再出呢？可以想一想这个文化审查制度的问题啊。Grook 开源了个寂寞，好像他跑他的大模型需要8块H100，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这个 Grook 开源这个事情，我本来想再录一条，但是今天实在是有点来不及了，所以等我下周吧，下周可能攒了一些话题，再跟大家慢慢再去讲吧。确实没来啊，工作日白天，看不了直播，好吧。我昨天看到了一个很好玩的图，
就是有个老程序员举着一个牌子上写的我们店只制作有机手打非 AI 代码。哎，这个事情怎么说呢？非 AI 代码它又不能保证比这个 AI 代码跑得更好。不是莲花卫星，是呃，这应该是辅丰集团啊，这还真不知道。Gma 2B 7B 就可以了。Gma 其实我现在发现我这个里头跑的最开心的是那个还是 E 啊，01万物的 E 模型是跑的最开心的，7B 差一点，34B 是最好的。AI 也是程序员搞出来的，以后总有某些程序员继续改进 AI，是这样的，直到但是那个时候的程序员跟现在不一样啊，就是你现在学了一堆东西，其实到那时候没法使了。有人人家开源了，用不到不是人家的问题，是我觉得马斯克这个确实有点开源了个寂寞啊。是的啊，手工代码、有机代码 ，bug 含量不低于3个每版本。这个其实是这样，就是说，我前几天去哪儿来着？在国内啊，去看人卖那个机械手表呢。这个我就问他，我说这个精度怎么样？对吧？因为以前我戴过机械手表，它那个就是每天会有一些差距。他就说这个精度呢，就反正是一个你完全无法接受的一个精度，就是还是很贵的表。为什么无法接受？因为我们现在的表也好，手机也好，它是不停的进行对时的，它会跟那个天文钟去对时，所以你永远不用担心说我这个表走了多长时间以后有一个累积误差，是吧？永远没有事儿。所以这个手工的东西跟机械手表是一样的啊，这个事儿没法使。嗯嗯。请问老范上次介绍一个神经网络语音识别、语音合成的，是 ChatGPT 里某个开源模块吗？我 ChatGPT 没有开源的啊，都是这个什么呢？都是这个闭源的啊。我们平时看到的那种4个白圈的，那个是 ChatGPT，它不是开源的啊，那就是 ChatGPT。对了，老范，Mac 更新了最新版本的 Obsidian 之后，我打不开 Copilot 的插件了啊，不知道是不是个体差异？注意一下，别着急更新 Obsidian 啊。这个其实我估计就是你再等一等，它那个Copilot 的插件可能也会更新啊，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AI 可以帮助很多人提高效率，而不是取代。但是取代呢，可能还是会取代啊，这个没有办法。YouTube 上有没有只提供免费 AI 工具库的频道？介绍几个，自己去搜。你自己叫免费 AI 工具库，你这不是来这个什么来着吗？不就是来做广告了吗？对吧？就是大家去看就好了。其实《三体》从文革开始没啥大问题，没有超纲。但是纲这个东西啊，怎么说呢？就是有些东西是他可以说，你不可以做；有些事情是呢，是你可以做，他不可以说，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在中国是个玄学。油管现在反 AI 配音的 PPT 视频，还是有机会 UP 主有灵魂的。这个这个事情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 AI 配音配的好的，其实他不管你啊，这个你要看看怎么弄。那应该叫老范替大伙讲故事，好吧？周鸿祎正在一加发布会上演讲讨论 AI，好吧？周鸿祎现在还是挺活跃的啊。昨日见面会，老范讲去美国要比去日本的厉害，是因为是理科男吗？是啊，是这样的，就是我是因为从程序员的角度上说，从我认识的一些人角度上说，也许是这样，就是我没有认识太多去日本的精英，对吧？可能是阶层的问题啊，这个应该是采样不完整啊。但是我因为以前做投资的时候，我们会专门
飞到美国去，到谷歌、到微软、到美塔、到英特尔，去把那里的中国程序员挖回来，投资他们，然后让他们回国创业。但是我好像从来没有听说，或者很少听说吧，这个有投资人到日本来干这个事情。开源语音模块这个我要查一下，我自己我没太用过这个东西。你去过哪个国家感觉最舒服？唉，其实最舒服的是中国，对吧？只是怎么办呢？没有超纲，问题是有没有人指导纲在哪里？是的，超不超纲确实是玄学，是这样的。不好再往下聊了啊，非常危险。是的，咱们不聊这个问题了啊。你感觉李开复01万物的模型怎么样？可好使了，我可喜欢了，对吧？这个不是因为我有朋友在那上班啊，但是真的是挺好玩的。嗯，再往后啊，马斯克的 Starship 的第3次发射，有人说 AI 一切论和制胜论有多么可笑。这个呢，我倒不觉得有什么可笑的啊。AI 现在就是整个人类快速发展迈入下一个阶段的这个一个必备的东西吧。就是你有了它以后，确实有很多东西会发生变化啊，这个我是坚决相信的。就是我们没必要说因为 AI 可笑我就不用它，对吧？或者说因为我不喜欢它，我就觉得它可笑，这个是没意义的。我记得云计算刚出来的时候，有一帮老教授、一帮老工程师说：“这算什么呀？这也叫创新？也不就是原来的服务器集群吗？对吧？你就是把原来给内部用的东西开源给就开个接口给外边用，这玩意儿也叫创新，对吧？你们也叫这云计算时代，你们要脸吗？”但是现在大家看看云计算是不是真正的改变了世界，对吧？我们要看的是不是它会改变世界，而不是说这个东西可不可笑。你只要能够改变世界，再可笑又有什么关系呢？对吧？再往后啊，马斯克 Starship 第3次发射，说中国航天怕泄密，是泄密，怕泄露自身十分落后的秘密吗？怕被人笑话吗？其实也不是啊，中国航天你能够不断的把东西打上去，在马斯克之前，其实中国航天的这个成本优势还是很大的啊，而且它的这个可靠性也很高。他们至于说这个怕泄密了以后到底是怕不怕人笑话呢？他也怕啊。这个大家总是说我先放上去，放上去了以后呢，这个由我自己来决定怎么跟你说这事儿是更妥当一些嘛。就跟很多的小姑娘，对吧？她一定是要自己拍照，然后自己修了图才可以发，对吧？她绝对不容忍任何其他人给她拍照，在没有经过她同意的时候就发出去，这个事儿对于她来说是巨大的侮辱。这个其实我觉得你以这种方式去理解中国航天为什么要保密，是比较妥当的啊。人小姑娘可能长得也不难看，但是呢，她对自己的形象是有要求的，对吧？她会有这样的情况。好，再往后啊，这个李志不知道是谁啊，没听说过。我听到那儿啊，真的是出了一身冷汗，对着去日本的讲去美国厉害，哎呀，我这个人比较朴实，对吧？那怎么办呢？而且其实我觉得这样啊，咱们这么讲这个事儿，就是来日本的人呢，就是在这边啊熏陶了一段时间以后，对吧？相对比较随和一些，对吧？你要到美国去说去日本的厉害，我可能会被人打一顿，然后在日本跟他们说去美国的人更厉害呢，啊，他们会礼貌而不失尴尬的向我笑一笑，这个解释 OK 吗？对吧？记得马未都说过，他最喜欢的国家是日本，一是文化相近，二是人与人之间舒服。感到不舒服了，啊，就是你打扰别人了啊，好吧？不拥抱 AI 一起进化，就准备开始吸香料了吗？是这样，沙丘就是吸香料啊。听了老范的介绍啊，我也去试了试34B 的 E，搞颜色小说，效果确实拔群啊，百无禁忌。除了经常会重复之前生成的内容，
这个就要再去调整啊，这个是可以调过来的。沙丘2确实好看，已经开始期待沙丘3了啊，我也期待。好，为什么直播看着看着突然跳出广告了？直播是有广告的呀，直播一直都是有广告的。广告结束后卡死不动了，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国内航天保密是过于神秘化了啊，属于树立神格项目，其实也不一定了。关于去哪里厉害的问题，我觉得去哪里都可以很厉害，在中国也一样很厉害，是这样的。你看这个塔主说的就比较委婉，对吧？不像我这种理工男上来就咚咚咚了，对吧？这个能看出日本那些小伙都是想打工赚钱，去美国的可能是想创业，是啊。但是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去日本呢，他也没有那么多说让我在中国，比如你就听说过说我想去加入大公司，其实没有。索尼，你说有人说我在中国我就立志要去加入索尼吗？加入杰 JVC，加入松下，加入这个 NTT，对吧？或者是什么软银、雅虎，就没有人会在中国立志干这种事情。但是你在中国会立志说我要去加入谷歌，我要去加入微软，我要去加入这个 OpenAI，我要去加入 Twitter，我要去特斯拉，会有这样的人，对吧？那么既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他们立下志向，甚至还有很多人进去了，对吧？这个还是很厉害的啊。关于哪里最好啊？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是这样的。其实我倒不觉得合适的问题啊，我则觉得另外一个想法是什么呢？是就是有些人还是要随遇而安啊，像我也是，就是我可能走到哪儿我都会觉得很开心啊，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事情。美国是个超级大国，竞争激烈，技术不强，也待不下去吧？其实也不一定，美国你像也不可能都是那么聪明的人。台主也这么早醒啊，你们在美国的这就是早上起来，对吧？日本人自己热衷于出国去美国嘛，这个我还没问他吧，我估计应该还是挺多日本人去美国的啊。对于我等平凡人来说，应该改成没有最好，只有最巴适。对，我觉得哪儿都可以了。8点半该起床了，是这样的。人家塔主这点儿可能都给小孩都做好饭，都送去上学了呢。YouTube iPhone 最新版本 YouTube 看着看着播放广告，广告结束后直播进度退回到0，那就是他的问题了呗。这个是7点半啊，这是在美国，这是在其他的州啊。好，我们继续。理想 Mega 啊，理想 Mega 看来还是引起了很多人的怒骂嘛，对吧？一帮人骂我，对吧？说你怎么可以不尊重理想呢？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理想 Mega 这个事情呢，更多的是要讲的是什么？就是它内部的一个决策机制，是吧？其他的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至于说是不是像灵车，是不是像火葬场的车这个事儿，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啊，有一位网友就评论了说，其实殡葬车也没啥啦，说卡迪拉克在美国不就是标配的殡葬车吗？也没见过通用气急败坏去告那些改装殡葬车的这个改装厂啊，总统坐着也没觉得不吉利啊，对吧？怎么到中国它就不行了呢？对吧？它这个，所以殡葬车本身没毛病啊，就是把它说是殡葬车的问题，还是要为这个理想本人决策失误去找一个遮羞布，对吧？现在也是如此，对吧？国内有很多事情出完了以后，都是说我们要去清君侧，对吧？这个一定是要有遮羞布，要有人来背这个锅。还有人说4楼的房子便宜就有人买，也没什么不好听的呀。但这个呢，在国内还真不是这样啊。你到国内很多大楼里是没有4楼的，对吧？它是3，然后呢3B，有的呢是5A，然后是5中间是没有4的，包括13、14都没有，对吧？因为你想想吧，我要想把这4楼的房子卖了，把这13、14楼的房子卖了，你降价，那我为什么跟自己过不去呢？我就直接把这个
这个门牌号改一下不就完了吗？对吧？大家还是在意这个事儿。然后还有人说，说第四个赚钱的车企应该是小米，这个我是没法认可的啊。我觉得第四个赚钱的有可能是赛力斯，就是你还是要卖到足够多的量才有可能挣钱，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可以挣钱啊，必须要卖够量。看看啊，这个是这次最大的感受有哪些？老范啊，这个需要你们看我嗓子已经都哑掉了啊，这个因为我昨天是从早上10点一直说到了晚上11点，中间没停，这个所以我可能需要稍微的思考一下，然后呢总结一下，然后下周呢慢慢跟大家讲这次来日本的一些思考。以前看过一个 NHK 的纪录片，采访那些日本出国工作的年轻人，对日本那种抗拒被公司外派国的这个心情印象深刻，好吧？哎呀，但我觉得日本真的是满街的人都挺开心的。关于 YouTube，那这就是宇宙呼唤你来买 YouTube Premium 会员了啊，买个$15的会员吧，全部去广告，人生太美好了，完全不看广告啊，这个也是个人选择。把程序员送去日本赚钱，把日本老人接到中国养老，搜刮他们的退休金啊，这个他们才不来呢。你看中国老人都过的啥日子，对吧？但是把中国程序员送到日本呢，也不是赚钱啊，他们就在这边生活就好，让他们过来就成为一个日本人啊，也没什么不好的，就是融入这里嘛。落叶生根啊，NASA 感觉像是人类探索星辰大海，亚洲感觉像是完成领导交代的任务。我们不是在完成领导的交代任务，我们是要让领导感到开心啊，我们要在干这件事情。确实好用啊，我都好几年没看过 YouTube 的广告了啊，是这样的。昨天带孩子去了一趟科技馆，感觉美国这边的太空教育铺天盖地的来了，那个科技馆完全翻新了，把太空移民火星、月球车什么的都放在重点位置啊，挺好的。我们还是稳中向好吧。有些没有18楼，这个我也挺奇怪，因为写这个评论的时候，他写的是第18楼和第4楼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耀发没有，耀发在中国可以多卖点钱呢。关于不吉利啊，想起个梗啊，如果一线城市凶宅半价，什么还有这种好事儿啊？我能挑我喜欢的房子现杀吗？这个反正他有时候供求关系吧，中国人其实有时候挺现实。理想发的内部信已经爆出来了，开始反思了，但是不提外形设计。理想是这样，他找了一个老外设计师，他压根儿也不懂这些事儿，而且呢，他这个东西呢，确实有点像棺材。你说一点都不像这个事儿，我觉得有点过分了。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他那个上头盖一块布那个东西实在是太恶心了，就是你去交车现场，每一个车上盖一块布，对吧？这个我觉得真是直接拉出去毙了就行了，谁想出这个恶心主意啊？你的签证最长能在日本待多久？大概能待14天，还是能待也30天？我忘了，反正我是一次性旅游签证。我买了菲律宾的 YouTube 会员，非常便宜啊，这个你要小心。那个是18层地狱，讲的是哪个？18层地狱啊，这样的，我还没想到，你不讲我还真没想明白。日本对我吸引力如果是80分，便利店至少贡献了30分啊，便利店确实很方便啊，这个我也很喜欢。菲律宾油管会员确实还不够玄学，最玄学的是阿根廷的任天堂eShop 会员，好吧。还有很多地方8楼不如7楼好卖，七上八下啊，还有这样的，这个事情就不好说了呗。那七上八下是不是这是政府官员的那地方吧？对吧？这个是。然后日本的油管会员视频没法后台播放，我估计哪儿都一样尤其体制内不买8楼是的，单次15天，
3年30天，5年90天啊，那我就是15天啊，我的最长可以带15天。好啊，我们继续。这个是强制封 TikTok 啊，因为我是录了2条，所以再讲一下。啊，这个 TikTok 如果和中国无关，一家独立的美国公司为什么要考虑中国的想法？为什么要中国同意啊？这个事情太有趣了。第一个，中国只要说了这事跟我有关系啊，那他就跟他有关系。包括当时 ARM 去收购啊，不是 ARM，就是英伟达去收购 ARM，中国也需要同意，对吧？它就是如此。你如果不同意，你以后别在这边做生意啊。它是通过这个方式来去要挟你的啊，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个呢，这个事儿都不需要中国同不同意，对吧？中国只要是这个张一鸣他们去猜，中国不可能同意，这个锅他得自己背啊，他不可能让中国政府背。说我愿意卖，中国政府你同不同意？我真的把这个案子给你递上来，然后让你去审批，这个事情是没有人去干的，太没眼力见了。再往后啊，这个是 TikTok 这种短视频平台，这种短视频很多平台都能看啊，Instagram 就也差不多呀，没觉得有多特别呀，可能是推荐算法比较好，油管的推荐算法感觉就挺烂的。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 TikTok 这东西确实是不可替代的完完全全不可替代。就是 Instagram 上有短视频，YouTube 上也有短视频，但为什么不可替代？就是生态不可替代这些人不可替代，然后在里边形成的各种商业模式商业链条的这种构成和驱动方式是不可替代的你说真的是短视频这个东西是谁都可以放这个不一样，跟推荐算法有关，但是也没有那么强的关系再往后，美国用的理由不对应该要用对等制这个理由中国不开放 Facebook 进去，美国就不开放 TikTok， 这个事儿就我觉得太幼稚了，这种说法，为什么呢？Facebook 我们是允许他进来的，不是说不让他进但是呢，你要进来，你必须要遵守我的法律法规。法律法规就是说这些东西都不许有那些东西也不许有，然后所有东西需要进行人工审核。然后扎克伯格说：“我觉得这事不划算我不想去这个费这个劲或者说我做了所有人工审核以后，我的客户满意度会下降，然后呢，我的这个广告价值会下降，然后我的这个叫做什么呢？成本换不回来。所以扎克伯格说，我选择了我不准备去遵守你的规则进入中国市场，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千万不要去对等这样的东西。而且呢，Facebook 是个美国公司，而 TikTok 是个新加坡公司。”对吧？你这对等跟啥劲对吧？所以这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然后小米苏7，电动车真环保吗？在制造、维护、回收的过程中，造成的污染可能比传统汽油车、柴油车还要多吧？这个事情不要这么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吧，就是马克吐温原来说这个有一次有人给他写信说你的书都是抄的不是你自己写的。然后马克吐温就很生气，说你要找出任何一本书来有我写的这个书上的这些或者我写的文章是这些词这些字，我就直接把我这书吃了或者发了这么一个赌，说我这书绝对是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我自己写的。然后过2天人家给他寄了本字典来，对吧？那你说你写的哪个字在字典里没有吧？这个马克吐温也是觉得很郁闷所以呢，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说，你汽油车也好，柴油车也好，做任何事情也好，你如果都把它分解到最原始的方式去，没有任何事儿是环保的。只要人类生存在地球上，我们就是在不断的破坏，对吧？那么，你用这种方式去纠结说电动车到底是不是环保，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再往后说老范我不看好电动车。现在中国电动车明显是产能过剩，就是1950年大跃进的翻版，苹果宣布停止造车，加上欧盟可能终止2035年废油车计划，都是压死骆驼的稻草。雷军创业3次，这次难了我想他什么都山寨苹果，当看到苹果停止造车后，估计他寒意凉凉但是回不去了。这一次苹果包括美国、欧洲把这个造车的事情往后推，确实对我们是有很大压力的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现在也只能在这瞎猜，对吧？你说是不是为了对付中国？可能说这个原因有没有？一定是有不能说一点没有，对吧？但是呢，这个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压力这个没办法。
日本711是宅男圣地，量大管饱啊，还便宜，是这样的。昨天刷油管浮现了一条2年前范总的视频，期待搞个5万订阅回顾视频，想学习一下油管主的成长历程。啊，这个其实前面放过好多次啊，就是1万啊或者什么都放过。对啊，5万呢，等我回去吧，稍微休息休息。啊，这一次过来虽然并没有跑很多地方，但是说的话交流的东西还是有点多啊，输出有点多。美国的可以后台播放，我是来日本发现的哈，这还没想到啊。老范总算直播了啊，还以为被小金带去洗泡泡浴了呢。没有啊，我直播其实我在日本其实录的节目少了，但是直播还是蛮多的。记得哪本书里说的啊，越是原始的文明，禁忌就越多。这个我不记得了，不好说。关于和中国有没有关系，我依稀记得之前暴雪反垄断诉讼的时候，也是全球都要问一遍，各大经济体。没想到中国这边通过居然最爽快，说颠覆了我的认知，反而是欧盟在墨迹啊，只能说这是永恒的利益。就是暴雪，其实我告诉你，微软在中国的这个政府关系做的是非常好的。相对泡泡浴，我倒想问问老范，去造访大家推荐的女仆咖啡店了吗？没有啊。这个我对这个事情，因为你想你跑到那儿去，一句日语也不会说，对吧？你这个万一来了一个中文特别溜的这个女仆，然后我可能还五味杂陈一下，我何必呢？是吧？这个印度不是早就进了 TT 吗？也没啥影响。对，印度反正破罐破摔吧。晚上好啊，昨天见面会说日语和德语2个语言的用户具有最好的广告价值，这个结论是通过测试还是合理推测？这个呢不是测试出来的，这是我们以前在猎豹的时候，这个数据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是算那个 ECPM，就是1000次展示多少钱啊？日本跟德国是最高的，对吧？这个没有任何办法。但是那有几年了，现在是不是依然是这样？我不确定。然后啊，这个地缘政治相对稳定的时代，其实没必要一定要住在最厉害的地方，住在没有存在感的小国家也挺舒服的。还是看个人的喜爱跟能力，关键是看世界的自由跟迁徙的自由就好了。这个反正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一个适应能力蛮强的人。我这次来日本之前呢，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小忐忑的啊。因为什么呢？就是我每一次来日本，其实基本上没有自己来过，对吧？前几次来，有的时候是这个，比如说有这个 JVC 接待啊，有这个什么，就是自己不会到街上去瞎溜达，还有一次是跟旅行社来的，对吧？也没有自己满街乱跑。然后这一次呢，这个我肯定是要自己在东京里头溜达来溜达去的嘛。但是呢，我发现，哎，我可以坐地铁，然后它的地铁的这个指示也很清晰，对吧？谷歌地图也好，苹果地图也好，它对地铁的各种标识也很好。然后我通过手机的这个西瓜卡，直接充了日元以后，我就可以去坐地铁。然后这个呢，就是对于我自己能够生活在日本这件事情来说，我信心极大提升。然后我也可以自己到饭馆去点东西吃，然后也饿不着，对吧？也可以到便利店去买东西吃。当然现在可能对于我来说，唯一困扰的是收了一大把硬币，对吧？我现在正在很努力的辨认他们谁是谁，然后准备把他们都花掉。就这一次来日本呢，其实，真的还是这个让我自己对于自己有可能在日本单独生活下去，或者生存下去这个事情的信心极大提升了啊，这个还是很棒的。好啊，再往后，AI 程序员 Devin，这个呢是反映了现在很多面试就是靠刷题就能面上，这个是在疫情期间很多大厂扩张的时候可以这样啊，现在这些刷题上去的人都被裁了，啊，不要这么讲，只有这种泡沫很大的这种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就是这种 AI 公司有可能这么去面试啊，一般公司已经不这么干了。
就是原来最喜欢面刷题的人是梅塔啊，梅塔是最爱干这事儿的，就是梅塔招了一帮这个 ACM 啊或者什么这种考试通过的人，然后这些人呢去了梅塔以后，当然梅塔也不傻啊，他们大概是2年之内就会被淘汰掉，就绝大部分人会淘汰掉，然后大浪淘沙，剩下的一些人会继续工作下去，就是梅塔淘汰是很快的。然后关于最后的结论的一点思考啊，人类目前为止所有广泛应用的工具，我想不出任何一个跟老范提到的黑盒子及原理未知，但是结果可控是这样的方式的啊。在我的知识范围内，我所知的唯一有类似效果的东西叫做魔法，其实不是这样的。有很多东西都是过程这个或者说原理未知，结果可控的非常非常多。其实我举一个案例吧，很多医学的东西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做的大量的医学的东西，他最后他为什么敢给你吃这个药？他知道这个药在你身体里到底怎么做的吗？他其实不知道的，对吧？但是这个药怎么敢给你吃呢？他是靠双盲测试测出来的，说我这个药双盲测试以后，对吧？第一，对人没有什么大的伤害；第二，这个大家在就是说，它也可能对大部分人是有效的。至于这个东西对你有没有效，他其实也不知道。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永远在探索科学的新边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这种就是原理未知、结果可控的东西非常多啊。然后呢，这个过程呢，这个我们先用起来，用起来的过程中，我们再去探索原理就好了。然后大家再想想另外一个东西，中医。中医呢，你说它完全无效呢，这个事儿肯定是有问题的啊，就是它可能在部分的时候还是有效的。但是你说中医的原理可知吗？也是不可知的，对吧？但是它的结果在部分是可控的，但是不是说完全可控，就跟大模型一样，大模型的结果也不是完全可控的。所以不要动不动就想到魔法，我们身边大量的东西都是原理未知、结果可控的，而且我们还不得不用，对吧？然后 AI 程序员 Devin 啊，这是 AI 能不能自己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呢？纯数学不像物理需要实验和观测。我觉得这样就是你不要老想着什么单独，对吧？就是前面有人说，哎，我要做原生 AI 应用，全部是做原生的 AI 啊，这个事情我觉得不要这么想这个问题，你还是要想人跟 AI 在一起会变成一种更伟大的生物，我们会在成神之路上迈出关键的一步，就是使用 AI。然后使用了 AI 以后，很多原来我们没法处理的问题就可以处理了，就像使用电脑以后，我们以前很多没法处理的问题就可以处理了。比如说我现在要给100万个数排个序，对吧？你要没有电脑你能干吗？你也干不了。但是有了电脑以后我就可以干，对吧？所以就不要再想说我单独的 AI 去干这个事儿啊，没有意义啊。再往后啊，最后一条啊，老范有个问题想听听你的看法：未来的社会不应该是由 AI 机器人来替代人类进行社会生产，人类可以得到自由，做其他除了工作以外更有意义的事情吗？我们正在往这个道路上发展，为什么人类会感到恐惧呢？我知道远水解不了近渴，有人因为会马上失业而感到不安，但这个道路看起来好像也很美好，不是吗？这个事情我要讲这样的一个观点啊，我们的马列主义啊，我们的社会主义，我们的这个共产主义讲的是什么？工作不是一个对你的惩罚，工作是你的权利，啊，我要享受工作，而工作呢是可以创造价值啊，我要享受创造价值的过程，所以我并不认为工作交给 AI 来搞定，人类做工作之外的事情，而是我们需要有新的工作，创造新的价值，跟 AI 一起更高效的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才是我们应该干的事。啊，这个不是说，我们就要去做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怎么来评价重要不重要？重要不重要，其实还是要看大家创造了多少价值，靠这个东西来评价的。所以这个事情呢，不要去想这个人类有了 AI 以后就可以干点别的，还是要去工作。至于说马上就要失业这个事儿呢，这个其实我觉得马上失业是一方面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至少在国内吧，大家其实还是觉得太稳中向好了啊。这个别的其实没有什么大关系。就是美国虽然有很多程序员失业，但是程序员的就业率实际上是在美国所有行业里最高的。
还是90%几的就业率啊，所以你不要再就是听这帮人哭得很凶啊，这个其实没关系的。好啊，汉字国家来日本生活还是没问题的，反正会稍微有点痛苦，但我觉得还好了。日本买火车票最头疼啊，别的都还好。买火车票我没买，本来我是说要去京都一趟，但是呢，最后我没去啊，所以就只在东京，在这个叫什么地铁上晃来晃去的，我觉得还是挺舒服的啊。倒车换车什么这个找出口入口什么，我觉得都没什么问题。硬币花出去很容易啊，随便找个自动结账的超市，在收银台上一股脑都灌进去就好了。哎，因为我周围的都不是自动结账的超市啊，我周围好像是个罗森。最近邯郸校园霸凌3害，老范预测会判多少年？20年？不知道啊，这个事情我怎么说呢？这个事情反正从发生那一天开始，我就没敢看，对吧？我就彻底就没有敢了解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只要是我看到有这个标题，我就直接跳过去了，因为就我自己是有儿子的人，对吧？这个实在是不忍心看，对吧？这个世界上怎么会变成这样啊？这个算了，这个不说这个问题啊，这个实在是不忍心看。我是去年12月份，我的 IDP 下来以后啊，第一次来日本开车，啊，北海道啊，感觉还是很不错的。有机会范老师可以试试，除了东京，停车真的，不停不起啊，偏一些的地方，开车还是很舒服的。右舵需要适应一下下，我是在澳大利亚开过右舵，然后这个不停的在2个车道的中间架着车道走啊，这个开过一次，开了大概也是3、4天吧。硬币可以捐给路边捐赠动保组织啊，经常用小估量在路边大声宣传，回国银行存不了日元硬币啊。这个我反正还有几天，我把这些硬币再花一花啊，这个没事儿。日本要地铁要不要安检身份证？不要啊，这个我是不需要安检身份证的。地铁安检好像全世界只有中国有，政府实在是太爱我们了，没办法。硬币可以捐给路边的这个啊，好。律师说啊，这个就不用管他了。问个值得玩味的问题：东京街头有没有乞丐？我想想啊，我好像真没见到过啊，没有看到过。至于说在这个我没看到的地方有没有，我不知道啊，这个我只能说我没看到，因为毕竟走的地方少嘛。这种案件应该这个算了，不看这个事情。硬币很好处理，去便利店买东西，然后把所有硬币丢给柜员，柜员会丢进机器，就花出去了。哎，这个我回头去试一试。但我觉得我已经把大额都花出去，我今天把500的、100的已经基本上花的差不多了，我可能还剩个2、300，这应该已经换不了，因为我看纸币好像最小的是1000的，我已经凑不出一千的那个硬币了。关于日本有没有乞丐，我从来没见过啊。仔细一想，还真是啊。去过这么多地方的首都东京的市容这块，属于是最顶格的一个梯次。新加坡也不错。老范举的药的例子是不对的啊。西欧药的说明书上写明了，本药为什么起作用。这个其实是这样啊，这个它呢只是写明了它的实验是怎么做的，但是呢，这个药到了具体哪一个人的身体里头，具体怎么去运作，其实他是不知道的，他没法去验证这个事情。所以西欧也经常会出现一些这个药物反应不良啊这种事情。如果他真搞明白了，就不会出这种事儿。其实他是真正没搞明白的是人是怎么回事，他没搞明白。AI 替代人做没有创造性的枯燥工具，人去做创造性工作。其实现在不是啊，现在是AI 在做创造性工作，人在这个拾遗补缺。
有点精于骑手，在日本也能玩得转啊。是的，711可以投硬币的，好吧？售卖机买火车票还是挺方便的。是，老范怎么改名？古老的民间故事什么意思？我为什么要改名？塔主茶话会。东京街上行乞是犯法行为。哦，好吧。孩子犯错判父母属于连坐啊，这个我们不去研究这个。1元、5元的硬币我都捐给各种动物保护组织了。10元、50元的找饮料机搞掉，好吧。我准备下个月去合速考驾照，14天拿证，打算冲个这个什么冲绳的啊，准备选个冲绳的驾校，好吧。游客能开户吗？没研究啊，这个我对开户这件事儿实在是没什么研究，因为我没有这个需求。罗森711这类的是便利店、业务超市，牛头店这种是超市啊。在日本，便利店和超市定价策略还是差挺多的，倒是在大陆便利店叫小超市，这个家乐福和欧尔玛叫大超市，好吧。711可以投硬币啊。抗疫之前，国内大城市街头都还时不时有乞丐，之后嘛，基本看不到。现在可能还会有啊，不知道。让 AI 把人类所有语言和历史记录都读一遍，对人类历史会有新发现吗？会的，一定会的。在东京我也没见过乞丐啊，但是在浅草河边有一些流浪汉住在自己搭的油布房里啊，但看来还是有无家可归者 homeless。我正好趁老范在日本玩，会员 Discord 里分享了一点我上次在日本拍的图啊，好啊，欢迎。我在横滨见过一个流浪汉啊，住在公共厕所旁边的纸箱搭的屋子里，收拾得很干净，没有味道，好吧。在日本一个乞丐也没见过，就算是 homeless，人家也不乞讨。因为日本好像就是政府还是会给他钱啊，政府既然给他钱，他为什么要去乞讨呢？评价一个社会，就可以兄弟们今天又要到饭了，比较好，还是人人有工打比较好？人家是人人有补贴更好，对吧？日本就属于估计是人人有补贴啊，游客不能开银行账户，办手机也不行啊。你看，这不是有人给了解答吗？开户就要求有日本电话卡和在留卡啊，这个在留卡肯定是没有的，电话卡没准不知道。开户需要在留卡之类的啊，是这样的。AI 骗过人类不能算有了自由意识，但凡有人的参与、交互、命令，AI 就不能算有了意识。如果未来有机器人厌倦了人类的操纵，去摆摊儿、创业、搞科研，我姑且承认他有了意识。其实他是不是有意识，不需要你承认。就像人类是不是有意识，也不需要别人承认是一样的。在周三去老范见面会的路上，就见到睡纸箱的流浪汉时，这个我也没见到。意识是一个生物学和哲学概念，与做什么无关。是的。关于日本乞丐，虽然没有乞丐，但是日本有很多网吧难民，因为住宿非常贵，但是网吧相对便宜，又能24小时住宿，又有小隔间啊，有吃的，有热水，有漫画，有不少低收入群体常年住在网吧里。诶，这个回头可以去参观一下哈，但是因为我还要再住一天，算了，酒店都订了，我就不去网吧和这个胶囊酒店去这个折腾了啊。以后再有机会来，可以去体验一次这个网吧，然后或者体验一下这个胶囊酒店啊，这个是日本特色，可以试一试。
让穷苦人能活下去，善莫大哉，善莫大焉啊。好，然后三和大神啊，不就这样吗？网吧住宿啊，这个还是以后有机会去试试啊。AI 是否有意识，不是看是否能够通过图灵测试吗？这个我觉得应该不是啊。这个意识这个东西到底什么叫意识，是怎么回事这个其实我们自己也看不太懂。好啊，那么今天的读评就到这里啊。你们听我这嗓子已经，要实在是不行了。我这个可能过去未来这一两天我需要稍微的休息一下啊。这个明天晚上8点，如果没有大的意外的话，明天晚上北京时间8点啊，会拉着金子睿在他们办公室再做一次直播。然后呢，但到时候就金子睿多说两句吧，我实在是说不动了。嘿嘿。然后这个叫做明天早晨不要等节目了，没有。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大概率也没有节目了，因为礼拜六我是需要去坐飞机啊。礼拜天呢早上起来就没有啊。礼拜天，我到了就礼拜六晚上到北京以后，礼拜天我可能会录一些，然后呢，就礼拜一、礼拜二再接着放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也跟大家提前打好招呼。好啊，再见。